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打开新闻，战争、经济、灾难、混乱，滑个手机，不是崩盘就是爆料。你心里会冒出一个问题：这世界到底有没有人在管？如果有神，为什么这么乱？如果没有神，那我们到底靠什么安心？就在这种混乱的问题里，有一首只有5节经文的诗，却给出一个极度简单但非常震撼的答案。今天我们来看诗篇93篇，短到你可能1分钟就读完，但深到你一辈子都想不完。诗人一开口就是耶和华作王，没有铺陈，没有解释，直接宣布神在掌权。你会觉得这么简单？但问题是，我们不是不知道这句话，我们是不相信这句话在混乱中仍然成立。所以诗人继续补充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以能力为衣束腰。这是一个画面，神不是坐在那边发呆，他是穿上权柄，准备行动的王。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等等，这句话很有挑战性，因为我们感觉世界每天都在动摇，但诗人说，本质上它没有失控，意思是表面混乱不等于真正失序。就像飞机遇到乱流，你会晃，但飞机没有掉下去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这句话在说，神不是临时上任，不是最近才开始掌权，他不是被选出来的领导，他是从一开始就存在。意思是，在你出生之前他就在，在历史开始之前他就在。所以问题不是神现在能不能掌权，而是他一直都在掌权。接着话锋一转，耶和华啊，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。这里的大水在圣经里常象征混乱、危险、无法控制的力量。你可以想象海啸、风暴、巨浪，那种你完全无法掌控的力量。诗人没有否认混乱，他承认混乱真的存在，但接着来一句超级关键的话：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翻译成白话就是，再大的浪也没有神大。这里不是说浪不会来，而是说浪来了也不会赢。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安全感，不是没有问题，而是问题不是最终决定者。诗人最后说，你的法度最的确，你的殿永称为圣，是合宜的。这里有2个重点：一，神的话是可靠的；二，神的本质是圣洁的。意思是，这位掌权的神不是随便乱来的暴君，他是有真理的，有标准的，有公义的，所以他的掌权是可以信任的。这5节经文其实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当世界看起来很乱时，谁在掌权？答案不是一切都会很顺利，答案是神仍然在位。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信念。看环境就会焦虑，看神就会稳定。我们活在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每天都看到大水、股市震荡、国际局势、个人压力，很容易觉得事情要失控了。但诗篇93篇在提醒你，看到的是浪，神看到的是整个海。你每天的情绪是被什么主导？新闻、社群，还是你对神的认识？因为你看什么，就决定你怎么活。诗篇93篇很短，短到你可以忽略它，但它讲了一个很大的真理：世界可能很吵，浪可能很大，事情可能很乱，但宝座没有动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仍然在。
所以问题不是世界有没有风暴，而是风暴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谁在掌权吗？